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昨晚明明很早就睡了，甚至看了一眼闹钟，确定自己睡足了整整8个小时。甚至你还特意换了昂贵的乳胶枕，点了昂贵的助眠香薰。但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更糟糕，当闹钟把你叫醒的那一刻，你并没有感受到传说中的神清气爽，相反，你觉得身体比睡前还要重。那种感觉就像是当你还在梦里的时候，有人偷偷往你的肌肉里灌了铅，或者在你背上压了一床吸满水的厚棉被。你的眼皮是沉的，脑袋里像是塞了一团还没散开的雾气，甚至嘴巴里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味、黏腻感。你费力地把自己从床上拔起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了口气，心里想：哎，真的是老了，觉都睡不过来了。如果这是你每天早晨的常态，朋友，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去买更贵的床垫，也不要急着把这归咎于岁月的无情。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你的累和睡眠时间毫无关系。你并不是缺觉，你很有可能是中毒了。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对吗？但请你耐心地听我讲完这个逻辑。我们通常认为睡眠是身体的充电桩，好像只要插上电源，也就是闭上眼，充够了8小时，电量就会回到100%。但对于现代人的身体来说，睡眠更重要的功能不是充电，而是排污。想象一下，你家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客人们吃饱喝足离开了，留下了满桌的残羹冷炙，满地的果皮纸屑。这时候，如果清洁工罢工了，哪怕你把门关上，也就是睡觉，让屋子静置8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你打开门，屋子会变干净吗？不会，垃圾依然在那里，甚至因为发酵了一夜，味道更难闻了。你的身体就是这间屋子，白天我们的大脑在思考，肌肉在运动，肠胃在消化，每一个细胞的运作都会产生代谢废物，比如乳酸、自由基、氨、二氧化碳，这些就是残羹冷炙。而负责在深夜清理这些垃圾的那个清洁工队长，就是你的肝脏。所谓的睡够了还是很累，本质上就是清洁工队长在夜班时间怠工了。你以为你在休息，但你的血液里那些本该被肝脏过滤掉的代谢毒素，正在随着血液循环，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你的大脑、你的心脏、你的肌肉。你可能不是在睡觉，你是在经历一场长达8小时的自体中毒。医学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氧化应激。在柳叶刀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的多项研究中都指出，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工厂，它每分钟要过滤大约1.5升的血液。注意，是每分钟。在一个健康的身体里，这套系统运行的天衣无缝。这就像是一个高效的污水处理厂，脏水进去，经过肝脏里复杂的细胞色素 P450 酶系，出来的就是干净的水，或者是被打包好准备通过胆汁和尿液排出的无害物质。但是当我们步入银龄阶段，或者长期处于高压、药物、酒精、加工食品的围攻下，这个滤网堵塞了。中医称之为肝劳，也就是肝脏太累了。当肝脏处理毒素的速度赶不上毒素产生的速度时，那些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半成品毒素就会被身体重新吸收。这在医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叫肝性疲劳，它的特点就是这种疲劳感无法通过睡眠缓解，因为只要毒素还在血液里，你的细胞就永远在负重前行。说到这儿，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除了累，你是不是还经常觉得早起口苦？是不是觉得皮肤莫名其妙的发痒，却连个蚊子包都没有？
或者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指甲上多了很多竖着的棱线？如果有，哪怕只是中了一条，请在评论区打个长知识了。这一刻，请不要害怕，看到这些信号是好事，因为这是身体在向你求救。最可怕的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而是肝脏在大声呼救，而我们却以为它只是想睡个懒觉。接下来，我要带你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肝脏发出的那些无声警报。有些信号如此隐蔽，甚至连你的体检报告都未必能及时告诉你。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肝脏是个哑巴。你胃疼的时候会痉挛，心脏不舒服会胸闷，肺有问题会咳嗽。但肝脏不同，肝脏内部是没有痛觉神经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严重的肝病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在它彻底崩溃之前，它几乎不喊疼，它只会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受损，默默地硬化。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它会通过连带反应来发报。中医讲肝主疏泄，肝藏血，肝主筋，开窍于目。古人的智慧在于，他们早早就发现了肝脏和我们全身系统的联网关系。既然肝脏自己不疼，那我们就去观察它的下线和关联单位。只要你够细心，你就能捕捉到这3个最危险的求救频率。信号1：时间的诅咒，丑时惊醒，凌晨1点到3点。这是最经典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请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经常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来？不是因为想上厕所，也不是因为外面有噪音，就是突然像断电一样，啪的一下醒了，头脑还特别清醒，甚至开始翻来覆去想白天那些烦心事，怎么都睡不着了。如果你有这个情况，这是肝脏在向你发起红色警报。在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中，凌晨1点到3点是丑时，也是肝经当令的时间。这就像是城市的深夜清洁时段，这个时候身体的大部分气血都应该回归到肝脏，人窝则血归于肝，集中精力进行细胞修复和毒素清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刻。但如果你的肝脏堵了，里面有郁结的热气，也就是肝火或者肝血不足以支撑它的工作，它就会像一台过热的发动机，为了自我保护，它会强行把身体叫醒。这是一种本能的求救机制。从现代医学角度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段通常是我们体内肝糖原储备最关键的时刻。如果肝脏功能受损，血糖调节能力下降，你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夜间低血糖。你的大脑感知到能量危机，就会立刻命令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这2样东西是干嘛的？是让你战斗或逃跑的。所以你在这个点醒来，会觉得心跳稍微有点快，心里有点慌，脑子特别清醒。这根本不是失眠，这是你身体里的一场能量危机和激素风暴。如果你长期在这个点醒来，别吃安眠药，那是在掩耳盗铃。你需要的是帮肝脏灭火。信号2：触觉的异常，沉僵与干枯感。第2个信号藏在你的触觉里，我也称之为枯木现象。中医讲肝主筋，这里的筋不光是韧带，还包括了我们身体的弹性组织、筋膜，甚至血管的弹性。肝脏就像是身体的液压油泵，肝血充足，油泵给力，我们的关节、肌肉就能伸缩自如，灵活有弹性。如果肝血不足了呢？油不够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沉僵。早上起来，你会觉得手掌发胀，手指头握不紧，脚踩在地板上像是踩在棉花上，或者脚后跟有一阵刺痛感。
要活动好半天，那种僵硬感才会慢慢消失。很多人以为这是风湿或者是受凉了，其实这很有可能是肝血无法滋养筋膜的表现。你的筋膜像是一根干枯的皮筋，失去了弹性。再往上看，肝开窍于目，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依赖症，眼睛干很正常，但肝损的眼干是不一样的，那种干是涩，就像眼睛里揉进了一粒洗不出来的沙子，或者眼皮哪怕闭着都觉得发烫发紧。甚至在傍晚的时候，你会觉得看东西突然模糊了，也就是雀盲，这就是典型的肝阴不足。你的油灯里油快烧干了，火苗自然就暗了。还有一个细节，指甲，看看你的指甲盖，健康的指甲应该是粉红、平滑、有光泽的。如果你的指甲上出现了明显的竖条纹，摸上去高低不平，或者指甲变得很脆，容易断，指甲边缘全是倒刺，这就是身体在告诉你，我这儿的营养断了。指甲是金的末梢，肝血供不过来了，末梢自然就枯萎了。信号3，情绪的短路，莫名其妙的火药桶。最后一个信号也是最伤人际关系的，它不发生在身体上，而是在你的心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得特别不可理喻？也许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比如老伴儿做饭少放了盐，或者孙子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放在以前，你会一笑而过。但最近你会感觉一股无名火，疼的一下从肋骨下面窜上来，直冲天灵盖。你控制不住的想发火，发完火又觉得特别累，特别后悔。或者反过来，你变得特别爱叹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胸口闷闷的，总想长长的叹一口气才舒服。中医叫善太息。不要自责，不要觉得自己脾气变差了，修养变差了，这极有可能是生理影响了心理。中医说肝主情志，肝脏负责疏通气机，气顺了，心情就顺。当肝气郁结，气机堵在胸胁部位，你的情绪调节阀门就坏了。从现代医学来看，肝脏功能下降会导致体内胺类物质和其他神经毒素代谢不完全，这些毒素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干扰你大脑里的神经递质，比如血清素、多巴胺的合成与传递。你的大脑处于一种微中毒的状态，你怎么可能开心得起来？这种易怒、抑郁、焦虑，其实是大脑在中毒状态下的应激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善待肝脏，就是善待你情绪的底色。一个肝脏健康的人，他的性格往往是宽和的、通透的；而一个肝脏拥堵的人，他的世界往往也是焦躁的、灰暗的。听完这3个信号，半夜惊醒，晨起僵硬眼干，情绪莫名失控。我想屏幕前的你心里可能已经有了一张诊断书。如果你的身体中了招，请千万不要陷入焦虑。我把这些撕开给你看，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为了告诉你，只要找对原因，解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们不需要昂贵的保肝药，也不需要复杂的医疗器械。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一套低成本、高回报的护肝重启术，只需要饮食上做一点点减法，动作上做一个简单的加法，你就能帮你的肝脏卸下包袱。好了，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身体罢工的元凶，那个超负荷运转、充满淤泥的肝脏，那么怎么救它呢？市面上关于护肝的产品太多了，护肝片、灵芝孢子粉，各种各样的草药茶。很多人一听到肝虚，第一反应就是补，炖鸡汤、吃阿胶、买昂贵的保健品。朋友们，听我一句劝，现在的肝脏最怕的不是饿，而是撑。
我们现代人的肝病大多是富贵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哪一个不是因为多了？在一个已经堵塞的下水道里，你再往里倒金子，它也还是堵的。所以最高级的养生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我们要给肝脏卸载，而不是加塞。今天我不推销任何1分钱的产品，我要教给大家的是3招纯天然，几乎零成本，但效果堪比顶级疗养的重启术。第1招，吃，但不是让你去买药，而是去菜市场找一样东西。我们要寻找一种能激活肝脏解毒酶的神奇物质——罗卜硫素 sulforaphane。 这听起来是个化学名词，别怕，它就藏在我们最常见的一类蔬菜里——十字花科蔬菜，比如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羽衣甘蓝，还有最便宜的白萝卜。为什么是它们呢？现代营养学发现，肝脏解毒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是把毒素粉碎，第2阶段是把毒素打包排出。很多时候，我们的肝脏卡在了第2步，毒素粉碎了，但排不出去，反而变得更毒。而罗卜硫素就是肝脏第2阶段解毒酶的强力开关，它能显著提升肝脏处理毒素的效率。但是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西兰花都吃错了，罗卜硫素非常娇气，如果你把西兰花丢进锅里煮得烂熟，或者高温爆炒，罗卜硫素就死光了。那怎么吃才有效呢？1. 切碎静置法，西兰花切碎后不要马上洗，也不要马上煮，先放在菜板上静置40分钟。为什么？因为切碎的过程破坏了细胞壁，让蔬菜里的酶和硫苷发生反应，自己生成罗卜硫素。你让它先反应一会儿。2. 加入催化剂，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烹饪时撒一点芥末粉，或者搭配一点生萝卜片，这能把罗卜硫素的吸收率提高4倍。3. 清蒸煮打，最好的烹饪方式是蒸，而且只需蒸3到4分钟，颜色变翠绿就出锅，千万别煮成黄色。从明天开始，把你餐桌上那一盘油腻的红烧肉换成一盘撒了芥末粉的清蒸西兰花吧。坚持2周，你去感受一下早起时那种身体轻盈的感觉，这比任何排毒药都管用。吃的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动动手。很多人问我，我也想运动护肝，但我膝盖不好，跑不了步怎么办？没关系，护肝不需要你跑马拉松，只需要你疏通一条路，肝经。中医讲，肝经走大腿内侧，你摸摸自己的大腿内侧，是不是肉很多，很松弛，或者按上去特别疼？那里往往是毒素堆积的垃圾场。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叫推肝经。最好的时间是晚上睡觉前，坐在床上，把一条腿伸直或者弯曲平放，双手交叠，按在大腿根部，就是大腿内侧最上面，然后稍微用力，沿着大腿内侧的裤缝线一直推到膝盖，这就是肝经的路线。注意是单向的，从大腿根推向膝盖，把郁结之气推出去。力度要求要稍微用点力，感到酸胀甚至轻微疼痛才有效。如果你推的时候感觉里面有疙瘩，或者推得想叫唤，恭喜你，你找对地方了。那个痛点就是毒点，每条腿推50下，大概也就3到5分钟。推的时候你可能会打嗝，可能会放屁，别害羞，这叫排浊气，是身体通畅的表现。坚持推1周，你会发现2件事。第一，你的睡眠变沉了，半夜不容易醒了。第二，你的脾气变好了，心里那种无名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了。
最后也是最难的一点，修心。前面说了，愤怒和焦虑会产生毒素。医学研究表明，人生气时呼出的气体，冷凝成水后注射给大白鼠，大白鼠都会中毒。我们常说气死人，这在生理学上是真的。儿茶酚胺这种毒素会急剧升高，直接打击肝细胞。但是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没烦恼？怎么可能不生气？我不是让你做圣人，做到心如止水，那是神仙的事。我要教你的是情绪止损。当那股火窜上来的那一刻，当你感觉到血往头上涌的时候，请立刻做一件事，按下暂停键，闭上嘴，强制自己离开现场，去阳台，去洗手间，哪里都行。然后做3分钟的深呼吸，吸气5秒，憋气2秒，慢慢呼气8秒。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愤怒是一种短时情绪风暴，它最猛烈的时间只有不到3分钟。只要你熬过这3分钟，不说话，不做决定，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开始下降，你就切断了毒素继续生成的链条。别小看这3分钟的认怂，这3分钟你救了你的肝，也可能救了你的人际关系。这叫认怂保平安。在健康面前争个输赢真的没那么重要。说到最后，我想和大家聊聊心里话。我们关注健康，甚至有点焦虑地关注每一个指标，到底是图什么？是为了像20岁那样通宵熬夜，第2天还能生龙活虎吗？不是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承认，银龄阶段的健康不再是追求那种猛烈的满血复活，而是追求一种通透感。什么是通透？就是身体里没有淤堵，心里没有挂碍，就是吃得下饭，排得出毒，睡得着觉，笑得出来。就是当你走在路上，感觉脚步是轻快的；当你面对家人，感觉心情是柔和的。肝脏作为我们身体里的将军之官，它其实承载了我们大半辈子的风雨。年轻时熬的夜，应酬时喝的酒，为了生活生过的气，为了儿女操过的心，所有的这一切，肝脏都默默替你扛下了，替你解了毒。他现在的累，现在的堵，其实是他身上的勋章，也是他受过的伤。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睡不够，睡不醒的时候，别抱怨他，别嫌弃他不中用了，把他当成一个陪伴了你几十年的老伙计，他只是累了，想让你停下来帮帮他。从今天起，试着去菜市场买一颗新鲜的西兰花，试着在睡前给大腿内侧做个按摩，试着在生气前给自己留3分钟的空白。别只顾着补觉，先学会清淤。善待肝脏，就是善待生命的底色。当你开始把身体里的垃圾一点点清走，你会发现岁月带给你的不只是衰老，还有那份久违的清澈的宁静。愿每一位银发朋友身体无尘，心中无尘，享受真正的漫游时光。如果今天的视频解开了你多年的困惑，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请给我点个赞，这对我非常重要。如果你决定今晚就开始尝试推肝经，请在评论区留个言，告诉我和大家，我要打卡。1周后记得回来告诉我你的变化。这里是银铃时光，我们下期见。